TRB 正在爆拉，山寨币的仓位该如何配置？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之前购买的 TRB 啊，现在已经翻倍了，至少是翻倍。你可以看到呢，我总共在币安上面呢有 19.6 颗，那折合现在大概是6000多美金吧。那累计盈亏就有高达3200美金，也就是我的本金是3000U，然后现在赚了3200。那当然这不止啊，因为我这个是48分结的，那现在TRB 呢又在往上拉了，所以现在可能有到3500的利润啊，3000美金赚3500。那你可能会说，这个3000美金的这个成本也不多。对，没错，因为我自己呢是有配置的，是有规划的。那我自己在山寨币的仓位上呢，也不会下到太夸张，因为毕竟山寨币还是风险比较高。我宁愿把钱拿去做合约，因为其实做合约呢，我们是在有限的风险之内，可以博取很高额的利润。那大家看我们之前做的单子，其实也就是这个情况。所以 TRB 呢，3000多美金啊，其实也不少了，真的也不少了。好，那其实 TRB 呢，我们绝对不是第一次讲哇 ，TRB 现在还在拉，还在拉。我刚看的时候是310吧，现在已经340了啊，就这么夸张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频道之前呢，我们一直不断的讲，你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哦。我们的直播呢，11天前的直播就有 TRB，11天前我们就讲 TRB， 然后后面呢，6天前也都有，然后影片的部分呢也是10几天前我们就有谈到 TRB， 对不对？10天前、10几天前，然后这5、6天这个6天前也都有一直谈到 TRB， 那现在暴涨了，对不对？现在暴涨了，那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11天前嘛，对不对？OK， 11天前11天前我们看一下11天前 TRB 的价格，现在已经来到了340了340，非常的夸张。11天前是在什么位置呢？就在这里就在这根收阴线的时候，当时我的仓位后面有加仓没错，因为我们还是渐进式嘛，对不对？做交易还是要稳健一点，渐进式。我们当时就是在这里入场的，这里我们随便找一个价位比如说这里这样随便一拉，随便都是100多%，翻倍了。其实就跟我现在的利润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就是按照我这个仓位就是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当时的想法、当时的入场点去设计的，所以我们来了一个翻倍的利润。那我们是3000美金嘛，如果你是1万美金，就是赚1万多美金，就这么爽了。其实我们在当时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出现的这根 K 线它就是仙人指路了，仙人指路。我们有一个现成的啦，我刚去查的现成的，这个是别人在知乎上面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仙人指路巨阳向上也就是当行情它在突破到一个新高点的时候，或者说突破一个区间的时候呢，通常很多时候呢，如果说出现了仙人指路，那就代表说这是一个非常看涨的信号，就表示主力在洗盘，主力在试盘。那其实我们当时就是出现这个情况因为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当时呢这一根针它怎么出来的？它是突破前高，而且它不只是这个前高如果我们再更拉大级别的话，这个前高它也是我们历史的前高点，所以当时在这里呢，它测试了做了一个仙人指路的情况试盘，那它的主力的意图就非常明显，它就是要往上拉升。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它后面的叙述，后面一根巨阳向上，我们确实在后面呢也看到了一根很大的阳线向上。虽然说它没有把前面的阴线、前面的上影线给完全包裹起来，但这也绝对足以证明呢，它是一个成功的仙人指路，所以在这里入场就是非常适合的。那我们就是在这里入场的，当然这做合约很危险刚刚它下跌了25%，然后又瞬间拉回去这个如果做合约这很难受得了。其实这种波动性很大的呢，最好还是做现货比较好。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他有说必须是长上影线越长越好，表明洗盘的效果越好。没错，它的长上影线很长，大家不要被它的涨幅所蒙蔽了。我们这个跌幅25%，这什么概念呢？如果比特币现在是这个42600，跌25%这什么概念？就是跌到31000跌到31000。那你可以看我们这样回来也是20多%左右，很夸张。上影线后的阳线实体越大越好，最好是涨停。当然了，股票里面是涨停嘛，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根阳线呢，24%什么概念？非常夸张呢，一根阳线。所以我认为这边就绝对符合了仙人指路的这样的描述。那第三点呢，就是长上影线后的阳线能够吞没高点为最好。这个其实我们刚刚谈到过，它虽然没有吞没，但我认为这样的涨幅呢，也绝对足以证明这个形态是有效的。那成交量，其实成交量也很重要。如果说这根成交量呢，确实它要大，但它也不能到那种夸张的大。如果说是天量收
长上影线的这种针的话，那这就是不是好的情形啊。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根的量呢，基本上啊，跟比一般的大，但是呢，也不到太夸张啊。如果说它是可能一般的可能5倍、6倍、7倍的量啊，那这样就很夸张，不能爆天量，它必须有量，但不能爆天量。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先生指入的信号，而且呢 ，TRB 这个币种啊，它在之前的行情呢，我自己是没有参与到的，因为它之前涨得太快了，我找不到入场点。那什么地方是好的入场点呢？就是趁它回调的时候，我们就是趁它回调的时候入场的。回调结束之后，好入场。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涨得很猛，涨得很凶，而且我认为它的涨势还会继续，因为呢，现在我没有看到它遇到阻力，或者说受阻有抛压的这种表现。你可以看到它目前的这4根阳线呢，实体部分越走越大，量能虽然说是没有像前面这么夸张，但是实体部分越走越大。你可以看到实体部分呢，这根是20%实体部分，这根63%，这根87%。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涨势是越来越强的，没有遇到阻力。如果遇到阻力，不会是这个情况。我认为它还会再创新高，它还会再创新高哦。现在已经350了，350了。我们刚录影片的时候才在330几而已哦，这个都是大家眼睛都可以作证的。好，那其实刚刚呢，你可以看到它洗盘是洗得很深啊，这一根直接洗了25%，直接洗25%哦，最高点到最低点25%，它绝对可以把所有杠杆全部干掉。那其实现在呢 ，TRB。这个币种它做空的情绪非常浓烈，我们来看一下资金费率。你可以看到呢，现在资金费率的 TRB 全部都在做空，为什么呢？因为它涨多了，很多人涨多了就习惯去做空。但是我觉得可以预告，当这些做空的人没有被干死的时候呢 ，TRB 它是不会下跌的一定要把这些人收割掉，一定要干死，那 TRB 它才会进行下一步的动作。那我自己呢会继续持有这些TRB 的仓位。那当然了，其实。为什么说TRB 只有买3000U 啊？它涨得很好，那为什么只有3000U 呢？因为我们是有规划的，我们的仓位比例呢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先分几点。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必须配置最大仓位的。那最大仓位的，我们必须保证它有一定的涨幅，但我们也不能冒太大的风险，所以必须要选择这种市值大的币种啊，市值大的币种啊，这是我们的仓位配置。仓位配置就是市值大的币种，我们要先配置。比如说 Solana， 好，我们来举个例啊，比如说 Solana， 然后呢 Avalanche， AVAX， 然后Cardano， 当然 Cardano 现在是走的弱了一点或者说Chainlink 这几个币种呢，我认为就蛮值得布局的。当然 BNB 没有，我们这次没有布局 BNB。那再来呢，就是现在火热的项目，像比如说我们上个牛市尾巴的时候就火热的就是 GameFi、NFT 等等的项目。那现在火热的项目非常的明显就是铭文，那铭文呢，其实我们之前有不断强调说，铭文就是5个大的项目，我们是可以去布局的。比如说第一个 OD 你可以看它今天的涨幅也是非常的夸张OD， 再来呢就是 Sets 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 RETS 当然它是一个跟铭文相关的迷因币它确实风险也是比较高。那再来呢 IMX，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不断谈到的币种。那最后一个就是 Metis， 基本上就是这几个。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市值比较小、波动比较大，但它有可能帮你产生很大的回报的币种，比如说我们之前不断谈到的 INJ， 还有这种TRB， 还有呢，比如说SEI， 比如说TIA。等等的这些币种，那这个就竹繁不及备载，这个就很多了。基本上我们必须走成这样子的配置，我认为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那我自己也是这样配置的，因为当我们在面临下跌的时候呢，其实市值比较大的币种，它会下跌的会比较没有那么夸张那当然总合起来呢，我自己是不超过我总仓位的5%的，所以那 TRB 呢，它就是在最后面嘛，就它的顺序已经在比较后面了。那第3名的这些币种，你有很多个，所以我自己 TRB 配置的仓位就会比较小一些但我认为这个是在有限的风险之下呢，我们可以产生很巨额的利润的一种方式好，那我们再来看到比特币呢，现在我们依然持有这2个仓位。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呢，现在也是有的300多万台币的利润，300多万台币的利润不到400万。那仓位我一直都是还是持有的。而且币本位呢，它的资金费率呢是比较小。
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那 Bitget 你只要 KYC 都不用入金，不用交易 ，KYC 就好，你就领$15的现金，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我相信这个是很少可以有这种活动的。那也很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战队，因为我有信心可以带领大家一起拿到瓜分这$10万的奖池，而且这是现金哦，很爽的。好，那我们来看比特币啊。其实比特币我认为啊，它的回调是不够的，因为你可以看我们现在呢，其实做多的这种情绪它还是很高涨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几个排名比较前面的交易所，比如说像币安啊、OK 啦、Bybit 这几间，它的资金费都很高，而且高了不是一下子两下子，已经好几个时段了，已经1周了，甚至超过1周的时间。那这些杠杆没有被清掉之前，我相信有可能涨，但是不可能暴涨。我们现在也是涨嘛，但是它不会暴涨的。我认为这件事必须得被清掉的。那其实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就是我们可以观察我们4万上方的这个震荡的区间啊，其实空头的力量没有绝对不逊色于多头了啊。我认为是不逊色于多头的，就是供应的强度呢绝对没有碾压多头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就说它是顶部，或者说它正在做顶部，这个我是很难同意的。不过我们确实是需要把现在的杠杆给清楚，那这个就会造成风险了。那最主要还是看你的价位。那现在这个三角呢，我也认为还是没有突破的，它还是在收敛当中。那我们等它突破的时候，我们再做动作。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OD。OD 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非常多次，因为它就是我们刚刚有谈到的，我们在布局的时候啊，我们也应该要重点布局的第二重点布局的就是铭文赛道了。那 OD 我自己也有布局了不少仓位，我们来观察一下吧。现在也是往上走了。那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47、46、47、48左右的这个位置呢，就有通知各位抄底。那 OD 我们就不给各位看了。OD 其实你可以看，我们真的讲了很多次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在11天前呢，这边有讲 OD， 对不对？然后4天前这边有 OD， 这边有 OD， 这边有 OD， 每一次我们都在讲 OD。那因为 OD 真的是在铭文当中很重要的项目 ，Ordinal 嘛，13天前就有讲 OD 了，赶紧布局。那后来爆拉之后呢，我们在回踩的时候又有进行一次加长。那现在行情又往上走了，我认为只要呢比特币它可以稳住，它只要不下跌 ，OD 它还会为我们创造出非常可观的涨幅啊。现在确实有遇到一点阻力，没错，没有像 TRB 那么强，但是我认为呢，它接下来会继续为我们创造非常可观的利润，非常可观的涨幅，而且我布局在 OD 上面的仓位呢，绝对要比 TRB 来的更大。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们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